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1号，距离我新冠症状消失呢，已经过去整整1个月了。那在我上一期视频里呢，我分享了当时我感染还有恢复的整个这个过程跟经历啊，在下面留言区里也收到不少朋友发来的祝福跟建议，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。所以呢，先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那先 update 一下我最近的情况吧。上一期视频呢，下面有朋友提出我当时，说话有点喘哈，确实，当时呢我的症状已经消失了，但是体力确实还是比较虚弱。那这种情况呢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在过去2周呢，我的生活还有工作啊，已经回到正轨了，每天呢也都开始恢复原来我这个做运动的习惯啊。目前呢还是比较轻度到中度的这种 cardio 吧，就是主要是跑步这样的，心跳啊、呼吸啊、还有血氧啊，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。但是呢，还没有尝试比较剧烈的运动哈，所以，至于有没有就是长期的后遗症呢，当然还要等到我去做一次体检之后才能证实。但就目前为止呢，我还是感觉比较乐观的哈，身体的整个状态呢，感觉还不错。再就是上一周呢，我跟我老婆2个人呢，都再一次做了核酸检测，她是第1次做，但是我已经是第4次做了。这次我们2个人的结果呢都是阴性，所以呢，我算是正式的转阴了。接下来他又做了一次抗体实验，就是 antibody test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呢？其实呢，在我当时生病的大概第2、第3天的时候，他也出现了一点轻微的症状，就是说好像体温稍微有点上升，还有感觉浑身疲乏这个情况，但是只是持续了1、2天，然后就完全没事了。所以他后来一直呢就怀疑，其实他自己也感染了，只不过症状非常的轻，就几乎是无症状的这种情况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也想证实一下嘛，至少做到心里有底，所以就做了一下。那结果呢，让他非常失望，就是他没有抗体，抗体测试最后是阴性哈。但是呢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呢，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当时的居家隔离的措施啊，是非常非常有效的，非常成功的避免了我把病毒传染给他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主要的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是怎么居家隔离的，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成功的经验吧。希望能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呢有所帮助。那在聊这个之前呢，我还是想快速的解释一下我当时是怎么在医院被感染的。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就问我说，在医院感染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做好防护啊，有没有测试啊等等的哈。那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当时去医院呢是因为出现了胃出血嘛，所以我先去了 ANE， 就是这个急诊部哈。那在那边的时候呢，全程都是戴口罩的。在给我做完检查之后呢，医生就建议我住院嘛。那紧接着呢，护士就过来给我测了核酸检测，那是我第1次测这个核酸。因为在医院有规定啊，就是你如果去住院部呢，之前必须要先测核酸，只有这个 COVID negative 的病人才可以进入正常的住院部。你如果是当时就已经有感染的情况呢，你必须要去专门的 COVID ward。所以他当时就给我测了，结果很快就出来，几个小时之后，当时是阴性。所以到了住院部那边呢，其实呢，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医院里面还是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的，包括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不能探望啊，还有整个的医院的所有的这个病房都是隔离区啊，你一到这个公共场合，比如说走廊上啊，这些 waiting room 这些地方，你是必须要戴口罩的。还有每一天呢，病房里面会有专门的人进来这个消毒打扫卫生，每一个病床之间的距离呢也是非常的大，也是尽量的保持这个安全距离，而且护士每天都会来给我们测体温，就观察这个体温的变化等等吧。在我出院之前的那天晚上呢，又再一次给我做了一次核酸。结果也是阴性。虽然我比较悲催的在医院被感染哈，但是我所见到的情况呢，是这个医院呢确实采取了很多的措施，所有的医护人员呢真的都是在尽职尽责，他们不单要做他们本职工作啊，去救治这些病人，帮助他们恢复，还要去做一些额外的工作，去这个防控这个 COVID。真的是非常不容易，非常辛苦。医院这个环境啊，是一个人又多又杂，而且呢相对密封的环境。不管你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吧，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就是病菌、病毒交叉感染的一个高发地带。而且在病房里头，你想想，就是这些人都是病人，本身就有病痛，你要求他无时无刻戴口罩也是不现实的。你总得吃饭吧，你总要去卫生间，然后要吃药啊等等的做治疗啊。所以这个在医院呢，
被感染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也建议啊，大家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啊，尽可能的不要去医院。我说的是如果情况不紧急啊，如果是这个重病，当然是一定要去的，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。对，所以我的情况呢就是比较特殊，因为我当时啊就知道我是身处一个高风险的环境哈，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在我出院的时候呢，医院方面呢也建议我回到家1个星期以内呢跟家人隔离，以防万一。所以我回到家里以后的前3天啊，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呢，我跟我老婆2个人呢就实行了一定的隔离措施，就是说相对比较软性的隔离措施。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啊，我跟我老婆2个人住在一个小的 house 里面。楼下呢是客厅、饭厅跟厨房，楼上有2间卧室，还有卫浴。那我出院之后呢，我们2个就分房间睡了。虽然也会一起在客厅活动啊，但是呢，我来到客厅一定会戴口罩，我一个人戴口罩，他没有戴，而且尽量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吧。对，就是在自己家里也做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啊，尽可能的保持2米的距离。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会坐在不同的沙发上，吃饭呢也不会在同一个桌子上吃。再一点呢，就是如果我到客厅里来呢，我一定会时不时的把这个就是客厅的这个拉门，通向花园的这个后门啊，打开，保持这个房间的空气流通。那我们就这样呢，到了第4天，也就是1月6号的中午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开始出现症状了。当我第一眼看到体温表上37度5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应该是中招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开始了进一步的、更加严格的这种隔离措施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把自己基本上就是锁在自己的房间里了。但是因为我们家2间卧室呢都是比较小，没有自己的这个卫浴，所以我还是要出来这个用这个卫生间。但是每一次出来之前呢，我都会消毒双手，然后呢戴上 N95 口罩，而且尽可能的尽量减少在浴室的这个时间。就办完事儿之后呢，也不会再去触摸浴室里面其他的东西。我自己的毛巾呢、牙刷啊这些东西都是放在我的房间里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自己的房间的窗户啊是保持24小时开着的，白天的时候会开得大一些，晚上呢也会开一条缝，就是为了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啊，就是降低空气中的这个病毒的浓度。那再一个呢，也是帮助我呼吸，缓解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。在上一集视频里我也提到过啊，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至于我每天吃的、用的这些东西呢，就都是我媳妇儿呢会帮我送到楼上，摆在我房间外面的这个小桌子上。用完之后呢，我也会用这个酒精喷雾消毒，然后再摆回去。另外，她每次来到我房间外面，或者是去卫生间的时候呢，也会戴上这个 N95 口罩。那至于对这个隔离时间的要求呢，我们是非常严格的遵守了 NHS 的这个建议，就是从有症状开始的第2天算起，要隔离10天。如果第10天的时候呢，烧还没有完全退，比如说像我就是这种情况哈，那你就需要继续隔离，直到你的烧完全退了之后的48小时就可以解除隔离了。所以我呢，直到第14天，也就是1月19号的时候，才第一次走下楼来到客厅，然后呢又休息了2天之后呢，第一次迈出家门。对，所以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。整个的隔离的过程中呢，我们都非常的小心，非常严格的去遵守所有这些措施。虽然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，而且房子也非常小，但是仍然呢避免了我老婆被我感染，这一点我们还是感觉非常骄傲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回想起来啊，还是有一点点有惊无险，主要是前3天。我刚才也说过了，当我没有症状之前的那3天呢，我们虽然隔离，但是措施并不是非常的严格。但是有一点，我觉得在这里面真的是再次证实了，就是口罩的作用真的是非常大。那另一个我想说的是呢，当我回顾那一段非常特殊而且难忘的隔离的日子的时候呢，作为病人的我呢，每一天当然是要忍受这个病痛，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反复无常，但其实更多的呢是心理上的挑战，还有就是不能与家人见面的这种痛苦啊。我们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，但是呢，却只能每天通过这个视频电话交流，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。现在想起来呢，真的是挺难的，但是在当时啊，我非常清楚我必须要这样做，因为呢，不管我的病情向着哪个方向发展，我一定不能把我的老婆传染。当时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
非常强烈的信念来坚持这些隔离措施的。当然，这段时间我也看到了他所付出的这些辛苦，每一天呢为我准备饭菜照顾我，而且呢还要无时不刻的关注我的身体，然后替我担心，真的也是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。后来呢，看到我身体慢慢变好呢，他也喜极而泣现在想起来真的是，让我既心疼又感动。我觉得所有和家人一起经历病痛的人，应该都感同身受吧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护好自己跟自己的家人，珍惜健康，珍惜爱的人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如果你喜欢呢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